每日凌晨3點，呢間位於香港長洲島嘅小食店，總係會發出有規律嘅爐火爆裂聲。而島上面嘅居民一早已經習慣，從來都唔會驚慌。每朝3點半我翻嚟就透火就煲水，大概煲1個鐘。咁啊，之後嗰1個鐘頭咧，我不斷係咁搞。而家我哋家應該係81年嘅，今年係。1米幾嘅大桶，將近3個鐘頭嘅熬製，3代人嘅手作堅持，呢個就係被長洲居民追捧咗81年嘅島上美食——長洲艇仔粥。即係每朝我都咁樣洗，每一桶我要洗3次，過3次水，洗乾淨，咁就攞去煲粥。如果用電啊，能源效率仲高添，咁啊成本仲低。但係如果煲出嚟嘅效果咧，冇火水爐係咁好，可以谷到啲米喺裏邊係滾動。火爐前面呢一位叫黎永森，用火水爐煲粥係佢阿嫲喺1938年開辦粥鋪嘅時候就有嘅做法。煮粥唔係一件難事，眼前呢煲粥難就難在要等水滾嗰陣時先至可以落米。不停咁搞，係為咗令到粥出稠，米粒同沸水相撞，沸水令到米粒迅速膨脹，然後米粒粒粒飽滿，粒粒酥稠。差唔多得㗎啦，而家開始爆花㗎啦。喺火水爐爆熱嘅作用底下，攪拌加快咗米粒爆花嘅速度。跟住嘅下一步係阿嫲靚粥嘅家傳秘訣——落腐竹。腐竹可以令到粥底更潤滑可口。好得啦，啲粥好靚，好靚。黎恩記粥鋪喺長洲島可謂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。黎永森係黎恩記嘅第3代傳承人，為咗阿嫲嘅呢碗粥，黎永森除低咗中環白領嘅西裝，開始每日圍住呢個爐頭打轉，一轉就係20年。多謝先嚇，OK。好。早晨。其實我由細到大個夢想咧係做生意，但係一定唔係飲食業，更加唔係粥鋪。我由細到我見我爸真係好辛苦，即係大汗揼細汗，好天曬落雨揼，咁啊有時天氣凍，凌晨3點幾又要起身，咁有時見佢做到腰酸骨痛翻嚟屋企，就覺得有血有汗。為咗傳承阿嫲同爸爸嘅手藝，黎永森左手攞湯殼，右手攞麵乾，面對轉業、困難同壓力，撲面而嚟。最辛苦係覺得個熱度係好辛苦，好辛苦。我成日都辣到啊，做下做到有一排做個神經痛啦，企喺度都痛嘅，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。隨住一碗新鮮滾熱辣嘅粥，黎恩記仲有一種引以為豪嘅地氣小食——牛脷酥。牛脷酥、鹹煎餅同油炸鬼被稱為老廣嘅遊戲三寶。相比起老廣早餐嘅標配油炸鬼，令到老廣欲罷不能嘅鹹煎餅、牛脷酥似乎唔太出眾，甚至有啲後生仔連聽都未聽過。牛脷酥並唔係喺酥裏邊加咗牛脷，而係佢嘅形狀好似牛脷而得名。牛脷酥嘅主要材料有南乳、雞蛋、麵粉同糖。要做一口酥香可口嘅牛脷酥，秘訣嚟自麵團。嗱，而家就落啲調味啦，落啲鹼水啦，咁啊等佢唔好起得咁快啦，慢慢搞，因為要搞到鹽啊，慢慢去溶晒，同埋嗰啲種咧，慢慢溶晒落去。咁你溶咗之後咧，到時一猜嗰陣時咧，一攤佢會自己慢慢會升嘅，咁啊睇最靚嘅。用手猜咧，
咁啊猜翻啲頭先喺機咧攪唔勻嗰啲麵粉，咁啊猜咗之後咧，咁啊可以起筋啦。要猜到佢滑晒，咁啊成個麵就好好食噶啦。切塊壓形，放置高溫嘅油鑊，用猛火炸，炸到表面金黃，中間淺白嘅時候就可以起鑊。咁樣嘅牛脷酥唔單止有油炸鬼嘅鬆軟口感，仲有淡淡嘅鹹香味，撈住粥嚟食，可解又膩。有粥食啦！嚟，我哋自己食個艇仔粥啦！綿潤油滑嘅粥底，加埋魷魚、豬皮、魚餅、魚片、衰牛肉同花生，1分鐘嘅猛火快拌，一碗獨具長洲特色嘅艇仔粥應運而生。配埋牛脷酥、油炸鬼、鹹煎餅、白糖糕，伴隨住陽光捐入去大家嘅味蕾，叫醒咗長洲一日嘅幸福。黎永森話：黎恩記已經俾長洲居民追捧咗整整80幾年，佢要再長學20年，成就100年老店。慶冇粥糕粉嘅早晨係唔正確嘅開始，樸素嘅一碟，滿滿嘅一啖，香滑嘅粉，先至係喚醒德慶人嘅正確打開方式。係咧，係啊！我哋大興啊，粥糕粉白粥，好滑溜啊！咁啊嗰啲煮出嚟嗰啲好正噶嘛。因為可能佢哋同柴火即係點樣啊，口感比較好，比其他好啲。潛龍在草野，高手在民間。依家位於革木村嘅粉店，從來都唔掩飾佢痞藝江湖嘅霸氣。聶培榮師傅，省級非遺粥糕粉傳承人，退伍之後，1997年跟住外父學習製作粥糕粉，家學淵源，25年嚟只係憑住一口柴火做，聞名粵港澳。老廣對於食物嘅炮製，並唔係追求標新立異，唯獨要求一樣，功夫要深，甚至到咗吹毛求疵嘅地步。嗱，呢啲米咧就係德慶最靚嘅粉米啦，呢係隔年嘅米。嗰啲米整出嘅粉咧就係又滑又大牙。功夫做粥先至可以開始吹粉。所謂吹就係蒸，保留中國古語發音嘅老廣，炮製手法亦都嚴格遵循古訓。每次一殼份量均等，倒入蒸盤，搖晃均勻。一殼一盤之間嘅份量把握，方寸毫厘之間嘅巧勁運用，係聶師傅25年厚積薄發嘅藝術精髓。全部都手工嘅，嗰啲機器對唔唔到嘅，唔均勻嘅。大約一蒸1分鐘左右啦。飲過嗰啲虛細雞有年，唔好食得到嘅。嗰條揾咁起勢大幅，好靚噶啦。燜之前咧放啲油咧，就冇使咁嗰啲粉黐住嗰條粥糕，容易攞啲啫，咁到嚟。一盤盤吹好嘅粉，就好似一張張透明嘅宣紙，從盤裏面小心咁剝落嚟，晾掛喺粥糕上。粥糕粉並唔係望文生義，因粥糕得名，咁啱就係因為晾曬工序，促成咗風味嘅轉化。德慶本地嘅甜粥，品正性涼，自帶甜香，熱粉吸收咗粥香，從而具有咗清甜解熱嘅特點。粥糕粉嘅真諦就係喺粥同米粉嘅微妙互動中。天色漸變，生活嘅號角亦都吹響。準備完咗粥糕粉，聶師傅要趕去市場買新鮮豬雜。
凌晨6點嘅市場，對於聶師傅嚟講，與其講係菜市場，不如講係自助式選購站。偉哥，嗰啲靚嘢喎，靚啦，係本地豬，全部本地豬喎。早餐要嘅係快，10分鐘採購就為滿足清晨第一批客人嘅胃口。竹糕粉同豬雜係絕妙嘅搭配，新鮮豬雜稍加醃製，大火猛炒，加入芡汁，鑊氣並發之時淋喺粉上面，粉嘅清香同豬雜嘅濃郁相互提攜，君臣佐使，文武兼備。歷經咗百年食家嘅挑剔同選擇，呢個嶺南第一粉成為咗500年嚟嘅國民早餐。聶師傅嘅吆喝聲，吹粉嘅咕嚕聲，炒豬雜嘅吱吱聲，喺德興人開啟清晨嘅3重奏序曲。清晨一直到10點，呢場關於早餐嘅戰鬥先至暫告結束。幫人哋煮早餐嘅人，往往係最遲食早餐嘅。一份豬雜粥，再加埋一碟齋粉，係呢位非遺傳人對竹糕粉嘅獨特鑑賞方式。粥同粉都係素淡嘅，只有用25年嘅時光，先至可以品出滋味。生活本來就素淡，素淡方能持久。作為竹糕粉嘅靈魂，粥要3年一換，人都要面對歲月。聶師傅都開始培養自己嘅傳人，店面唔冧，匠心依舊。一殼滿嘅，一轉米漿走人啦，一放落去，金魚冚過，係質滿啊，放落去，係放喺度，放喺度先，攞人佢開蓋。最開心就係自己整出嚟嘅粉，有啲街坊嚟食，都係對自己嘅認可，就係最自豪啦。一間小店，一方水土，食物唔單止可以果腹充飢，亦可以令我哋唔會忘記自己嘅來處。味道先至係回家嘅密碼。因為食物裏面有我哋原始嘅審美同真切嘅經歷，酸甜苦辣鹹，味覺唔會講大話。所有流經過味蕾嘅記憶，塑造咗我哋複雜而美好嘅人生。在梅州豐順的鄉間，每逢重陽節，宴請老人依然是最重要的敬老活動之一。而當地喜慶宴席的餐桌上，總少不了一道傳統佳肴——炒麵線。300多年歷史的湯南手工麵線，在本地家喻戶曉。細長的形態，寓意着長命百歲、長長久久。它的口感柔韌鹹香，老少咸宜。同樣是小麥做成的麵食，在這裡卻被叫做麵線而非麵條，是因為麵線非常細，3根麵線同時穿過手縫針，綽綽有餘。凌晨4點，羅敬榮和妻子陳尚寧就來到作坊。
做面线要靠天吃饭。每年10月之后，天气少雨干燥，是做面线的最佳时间。开工头一件事便是吸井水，按比例放进盐，用来调制面粉。要看天气了，阴天就多放多一点。接着，罗敬荣把小麦面粉放进搅拌机。100多斤面粉搅拌完毕，揉面、割面、抹油、搓面，面团不断地变化着。罗敬荣用多年的经验，把握着制面的节奏。蒙着眼睛也可以做了，做了30多年了。想做老板做不成吗？去做面条吗？做面条太辛苦啦。面团搓成细条后，需要醒面一段时间才能够继续。夫妻俩赶紧扒拉一点稀饭作为早餐。那个面条快啊，没办法，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面条如果你不要去搞它，它就要掉下地下来，冷一下下竹子就上不上去了。和从小跟着父母学做面线的丈夫不同，陈尚玲出嫁前从没接触过这一行。那么辛苦，谁要嫁过来？今天的做的没完没了，没时间出去玩，要做面条，连这个大门就不出的。要生活嘛，就要做一点面条啊。他最喜欢下雨天了，不要赚那么多钱。人生过得快乐就好，是不是？吐槽归吐槽，活儿还是时刻惦记着的。因为面团发酵太久会变稀，就无法上面杆了。陈尚玲扎起马步，将细圆条状的面条以8字形环绕在2根面杆上。两人无需言语，合作无间，仿佛对着木桩耍功夫。面条被快速支满了杆子，把面杆挂到面柜里，再一次醒面。半小时左右，这些长长了的面条即将走出温室，接受阳光的洗礼。要把面条拉成面线，得讲究巧劲儿。拉、甩、扯、拖、弹，将面线拉得越细越长越好，一般可以拉出大概2到3米。晾晒时要根据风、湿度和光照来控制日晒时间，这其中细微的变化完全依靠制面师傅们的多年实践经验来掌握。变白、变干、变硬，就可以收了吗？还没等夫妻俩坐稳凳子，面线已经晒干了。你走了它就干了，你不走它就不干，所以就不敢跑嘛。不及时收就会掉在地下嘛。两人赶紧小心地把面线收下来。这时的面线离完成还差2道工序：蒸熟消毒吗？为了健康吗？面线还需放入蒸笼中蒸2个小时。取出后，便要趁热打包，扎成一束束1斤重的面线。热度就是要很烫的时候才要搞，不热就会粘上去，不好弄了。汤南手工面线这10几道制作工序，每一个步骤，做面人心里都放着一个时刻表，那是人与面的默契度。
从凌晨4点开始揉面，到当天下午4点将包装好的面线送出，一天12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，即使夫妻2人通力合作，也只能做100多斤的面线。面线在煮食之前，必须先在热水里烫一烫，减少盐分，再过一过冷水，使面线恢复紧实。比起一般炒面猛火快炒不同，面线久炒不烂，要用慢火不停地翻炒，才能炒到干爽有筋道。做汤面则简单些，前面步骤一样，煮汤时加入自己喜欢的其他食材即可。一天里能坐下来好好吃饭的只有晚餐。夫妻俩就着赖以为生的面线，喝起小酒，如同300多年来镇上的制面人一样。如果明天是晴天，也将会是劳累但美好的一天。